我始终觉得家里并不重男轻女，因为从小到大，我哥有的我都有。但是当我买了房子，爸妈让我把房子借给哥哥结婚，被拒绝后，爸妈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大吵大闹。我忽然间意识到，梦该醒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哥结婚的前夕，我妈给了我一巴掌。这个社会啊，男孩子没房是娶不到媳妇的。你是女孩子，以后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要房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把这套房给你哥哥结婚用。小的时候，爸妈买吃的、买玩具都是一人一份，从来没有偏心过谁。我一直很庆幸自己生在一个公平的家庭里，父母对我和哥哥一视同仁。可脸上一阵又一阵火辣的疼痛告诉我，梦该醒了。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同学组织去旅游，妈妈跟我哭诉家里经济紧张，于是我就去打暑假工赚钱，自食其力，为爸妈减轻负担。可我拿到工资的时候，爸妈却说旅游浪费钱，以团费2000太贵为由，不让我去旅游。我央求过，可无济于事。我也真的以为家里很穷，所以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，我还是放弃了去旅游。看着同学们朋友圈晒着旅游的照片，我感到无比惋惜。3年后，哥哥大学毕业，吵着要和同学去北京旅游，爸妈就张罗着给他来一场毕业旅行，给了他远远超过团费的钱。这个时候，我想起了网上时常看到的一个词，重男轻女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未把它跟我家庭联系到一起。我捂着有些吃痛的脸，反应很激烈，质问他，凭什么要把我买的房子给我哥当婚房？你偏心眼就直说呀！一向温顺的我突然变得如此暴躁。我妈有些愣了愣，片刻之后缓缓开口，你凭什么对父母叫嚣？生你养你真是白养了。再说了，首付是我们付的，你就应该把房子给你哥哥。我没说话，不由得呆愣在那儿，顿时觉得有些委屈，眼泪直往下掉。我哥也跟着帮腔，于成，做人要知道感恩，爸妈把我们养这么大不容易，不知道孝顺就算了，你看把妈气成什么样了。母子二人唱着双簧，一时之间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原来他们曾经说的不重男轻女是说给外人听的，只是为了表现他们的高尚。我爸一回来就不由分说的打了我一巴掌，指责我为什么不把房子给哥哥当婚房，全家人道德绑架我。我觉得更伤心，突然觉得过去的种种都能解释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读了江西本市的大学，爸妈每个月给我500块钱生活费，这500块不仅包含电话费、生活费，还有日常的开销。高中以后，爸妈再也没有给我买过新衣服。当时学业忙，就算勤工俭学，也是捉襟见肘。刚开始，我妈每个月会准时给我打生活费，后来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故意的，经常忘记给我打生活费，还是我提醒她的时候，我妈就会责备我，才打的钱怎么又用完，简直是乱花钱。你以为我们赚点钱容易吗？我非常委屈，但也没说什么，想着爸妈赚钱不容易。后来大学期间，我边读书边打工，直到大3，我偶尔和我哥哥聊天，才知道爸妈每个月都会给他2000块钱。我妈说，哥哥在外上班不容易，离家远，而我在本市，花钱的地方也少。可我妈没想过，即使是在本市，可也是1线水平的消费，何况大3 500块钱根本就不够用。我就会遭到他的谩骂和责备，说你哥上大学的时候不也是500块钱吗？他怎么不喊不够用？
你就不停地要钱。这时我就会反驳：我哥上学的时候跟我们能一样吗？在我好说歹说之下，我妈才把生活费涨到1000块钱。每次给钱的时候，我妈都会抱怨我要的多。那以后，我的心态也慢慢变了，觉得他们不公平。后来大学毕业了，实习了，实习期间没有工资，虽然住在家里，可1日3餐在外面吃。实习没时间兼职，我和我妈说，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生活费。我妈说你都出来实习了，要学会自食其力，不要总想着拿家里的钱。所以我经常中午不吃饭，下班回家也没钱坐公交车。好不容易熬到实习转正，我的工资有5000，还有五险一金。发了工资后，我妈觉得我花钱大手大脚，于是就以帮我存着为由，拿走了3000块钱。直到身边的人都开始买房子了，我的公积金还算稳定。当时房价并不高，我鼓起勇气找我妈要我的工资。可我妈说，女孩子要房子干什么？这几年不好好存钱。不出所料，被他们拒绝了，我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几天后，我哥开着1辆奔驰，我才知道我妈把我的工资给我哥买车了。我一顿委屈，心中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。大吵大闹后，最终他们付了15万块钱的首付。我指着房产证，爸妈，虽然你们是帮我付了首付，可这几年我存在你们那里的钱可不止15万。爸妈陌生而异样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过，淡淡的瞥了我一眼后就走了。最可怕、最可悲的就是，他们打着不重男轻女的幌子，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吸我的血。从那之后，我好几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。听戴姨说，我妈为了我哥结婚贷了50万款。我淡淡的笑了笑，从前的一切都是谎言，都是我期望太高了。端午节前夕，我妈给我打了1个星期的电话，让我回家过节。他们在电话里说，你爷奶这2年相继走了，你也没回来给他们上炷香，你就当真这么狠心吗？想起奶奶生前把自己的养老金偷偷塞给我当生活费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去一趟。没想到刚进门坐下，嫂子就让小侄子给我端来水果，快叫姑姑，你姑姑现在可是国企领导，可厉害了呢，以后你娶媳妇还得靠你姑姑帮衬。小侄子倒也不怕生，端着水果盘就朝我走来，姑姑，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娶媳妇啊？我笑着摸着他的头，满是遗憾地说道，等你长大了，让爸爸妈妈贷款给你娶媳妇哈。嫂子闻言脸色瞬变，但还是干笑道，瞧你说的，来，天气热，吃西瓜。随即他立马换了一个话题，爸妈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。我哥在一旁也一言不发。当天晚上，我并没有回去，挤在了我妈的房间。我正准备睡下，我妈凑在我的耳边，你大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人还不错，在城里做厨子，比你大8岁，大点好会疼人。我爸在打着地铺，不断的点头，是吗？这么好你怎么不去？爸妈被我气得不轻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，最后恼羞成怒地朝我吼了一句，你个不孝女，我怎么生了个你这么没教养的东西？我对着他翻了个白眼，懒得反驳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准备收拾东西走，我妈却拦住我，说是过几天她生日了，等过完她的生日再走。我也没多想，就答应了。那天我带着小侄子去县城买东西，可小侄子实在是烦人，拉着我要这个买那个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把老板的东西拿起来砸。我说了他2句，他就对我心生恨意，拿起旁边的水果刀就朝我捅，而他那张还带着婴儿肥的脸上面无表情。我眼疾手快，用手中的包挡了回去。小侄子没稳住脚步，
水果刀就这样子插在他的大腿上，好在只是皮外伤，没伤到根本。我嫂子坐在病床前，哭得涕泗横流。我哥对着我吼道：“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你要负起责任。”他那张黝黑的脸庞起满青筋，看我的目光宛如一个仇人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人是我捅的吗？我负什么责任？”哥哥却不依不饶，狠狠地抓住我的手臂。我指着床上脸色苍白的小侄子：“就这货，长大了也是害人精。”话音刚落，我爸上来给了我一巴掌，一家人狠狠地瞪着我，下一秒就能把我吃掉似的。正在此时，嫂子却突然开口：“我儿子再怎么不好，也是你们余家的孙子，总比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女儿要好。”这天聊到这里，真的没法继续下去了。我拎着包就走，却被我妈拦住去路。你把你豪豪害成这样就想走？豪豪已经这样了，作为补偿，你把你那套房过户给你哥哥。我有些好笑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我拒绝他的要求，同时也被他们锁在了家里。我爸把我手机收起来，甚至放狠话：“什么时候同意把房子过户给你哥，我就放你走。”这些天，我被他们关在家里，除了定时送饭过来，说的最多的就是问我想清楚没有。那天，豪豪来到我面前，他问我：“你知错了没？你一个女孩子不乖乖嫁人，霸占着我的房子干什么？奶奶说不听舅舅把你绑起来打，看你还听不听？”我看着眼前稚嫩的脸庞，一阵不寒而栗。之前和大姨碰面的时候，听她说过，我妈宠爱孙子宠得不得了。现在一看，果然是被宠坏了。我假装服软：“豪豪，姑姑错了，姑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”小侄子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我赶紧附和：“你给我姑姑解开绳子，我带你去买好吃的。”小孩子的天性就是吃喝玩乐。听我这么说，他走在我背后，用力地解开绳子。小小的他没什么力气，足足花了10分钟。好在爸妈今天去田里干活了，所以我并担心。我跑到爸妈房间，拿起包就走了。小侄子在后面跟着我喊道：“姑姑，好吃的呢！”我一口气跑到村口，没理会他的叫喊。爸妈得知我跑的消息，也曾上门找过我。我每次都是避而不见，或者躲在酒店里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放弃了。几年后，我谈了一个很久男朋友，也准备结婚了。他父母对我很好，男方出房子、出装修，该有的3金彩礼一样没少。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和我父母见一面。他们说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不和亲家见面过不去。我思索再三，还是给他们打了电话。我妈接到电话的时候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我和男友是同事，第一次见家长，他父母就给我了我5000块见面礼，还有一个祖传的手镯。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父母都会给我发个红包过来，去他家吃饭，也会精心准备我爱吃的。我也非常开心，第一次感受到被重视的样子。谈婚论嫁时，双方父母在一起吃饭，男友问我妈彩礼给多少合适，我爸妈嘴上说着看心意，我家又不是卖姑娘，可提亲的时候，男方给了18万8，爸妈却不高兴了，他们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临了又说，按照我们那里的规矩，彩礼都是30万起步。我有些看不下去了，对着我爸妈大吼：“不是不在乎彩礼吗？现在有提出来什么意思？”我哥忍着怒气：“于成，别给脸不要脸，爸妈是为你好。”即便如此，男友也没有任何怨言，最后补齐了30万。后来开始筹备婚礼时，爸妈爱面子，接亲戚吃饭时去了最贵的酒店。结婚时的糖果、红包，给每一家亲戚拿了1000认亲红包，一盒软中华，
差不多了，花了4、5万，男友准备的钱不够。我妈说就应该让男友补上。办完婚礼，爸妈又找事。原本说好的彩礼钱会当作陪嫁给我，可我找他们要时，他们却不给了。加上婚礼的礼金，前后有50万。我妈说先借来用用，把银行的钱还上。我就反驳她，又不是我欠的钱，凭什么拿我的钱还？我爸有些生气，你是我女儿，借点钱怎么了？我还想跟他们说什么，却被老公拉开了。公婆也劝说我，都是一家人。我妈听完更是得意，笑容满面地说道，还是你婆婆明事理。婚后2个月，我妈打来电话，说是我嫂子又怀孕了，让我拿点给嫂子养胎。我顿时无语，我哥结婚你让我把房子给他，他生孩子你还让我拿钱，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吗？说完我就挂断电话。我老公就会劝我说，别生气了，那好歹也是你妈。我对着吼道，有她这样当妈的吗？除了吸我的血，还为我做过什么？看着老公沈默不说话，我又觉得对不起他，明明是我自己的事情，现在还把他牵扯进来。我妈在我这里没捞到好处，就偷偷找上了我老公。我老公心软，给了我妈2万块钱。我得知后，还把他臭骂了一顿。我为老公感到不值，同时也为自己感到不值。于是我就回家找我妈还钱。我妈支支吾吾的，就是不同意还钱。我妈淡淡的说了一句，没钱，说我不孝顺，让我把抚养费补给他们，对我说尽了狠话，甚至人身攻击。我看着曾经最亲近的人肆无忌惮地伤害我，委屈地落下了眼泪。我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，我哪点对不完你们？我妈见我哭了，面色缓和道，程程，你嫂子马上就要生孩子，好好也大了，我们这个房子又小，住不下的，你就忍心让你2个侄子受苦吗？我有些生气，狠狠地摔门而出，真的不想多看他们一眼。后来嫂子生了一个女儿，我妈给我哥添置了一套房，3室1厅的，他们一家倒是过上了开心的日子。只不过没多久，我就怀孕了。公婆生意忙，长期在外，老公心疼我没人照顾，便提议让我妈来。本来我不想让我妈来的，可我老公说，她毕竟是你妈，母女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。事实上，她来了之后，我的日子过得更难。我孕吐吃不下，她就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，怎么就你矫情？孕晚期的时候，宝宝是臀位，医生说不能顺产了，得剖腹产。我妈执意跟医生说，顺产好，一定要顺产。医生大声呵斥，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？见状他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可回到家就逼我走路，说什么医生都是不负责，剖腹产哪有顺产好？这时我就会把耳机戴上，不听他的废话。有了耳机遮挡，我妈在我面前就像一个杂戏团的猴子，我妈也只好作罢，不再说什么。很快到了生产期，宝宝也没有转过来，加上羊水很少了，就紧急剖腹产取了出来。剖腹产第2天，我妈就给我端来一碗油腻的鸡汤。由于我还没放屁，医生说剖腹产需要放屁后才能吃点清淡的，可我妈不听劝，非要我喝。我不喝，她就发怒，不知好歹。我们那个时候都没这么好的鸡汤。我老公也是极力解释，妈，程程是剖腹产，医生说了这几天还不能吃油腻的东西。我妈冷眼看着我老公，下一秒就打电话跟我哥告状，说我们虐待他。我哥赶来时扬言要打我，我被气得肚子胀了好几天，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才出院。女儿半岁时，我妈在我面前念叨，虽说你们年轻人不在乎男女，可是有个儿子还是好些，养儿防老。女儿都是别人家的，女儿再不好
也不会啃父母的老。我妈给宝宝喂奶粉的动作停了下来。养儿子以后不管好还是不好，都在身边。女儿再优秀再有钱，也注定是别人家的风水。儿子再垃圾，也会娶个媳妇回来开枝散叶。我妈说这话时，故意拖长了音调，语气促狭之极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生了个儿子。我也恢复了差不多了。在女儿1周岁的时候，我就让我妈回去了。如果她继续待着，我怕我迟早跟她干架。我妈走后，我感觉空气都变好了。我们一家3口也过了一段好日子。可世事总是难料，一通不期而至的电话告诉我妈瘫了。出于血缘关系，我跟老公收拾好东西，连夜回了老家。还没进门，就听到嫂子和我哥的争吵。那是你亲妈，你有赡养她的义务，可你妹也是妈的亲生女儿，她也应该承担。我哥往桌子上重重一拍，够了，李婷，那是我亲妈，我不会不管的。于欢，你要是敢一个人承担责任，我们就离婚。好好，马上中考了，需要钱的地方也多。行了，行了，你们干脆把我们送到养老去算了。我爸拍着大腿，脸红脖子粗的，气得都快喘不过来了。我忍无可忍，走到门口指着我哥，于欢，要么黑字白字写明白赡养义务，要么把爸妈给你的房子卖了，把钱还给爸妈。这个房子给爸妈给我们买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做决定？李婷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我以为爸妈会站在我这边，可他们却说：程程，你嫂子说的对，好好，马上中考了，我们不能打扰他，而且你哥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我妈也跟着说道：是啊，程程，我的你怨你哥，也怨我们，可他始终是我们的儿子，你就当可怜可怜你哥吧。事到临头，爸妈还在为我哥着想，言外之意不就是想让我当这个冤大头吗？我嘲讽地笑了笑，随你们。说完我就抱着女儿离开了。我爸妈至始至终都觉得我该为这个家做出牺牲，既然你们这么当心儿子，那我也不管了。之后回去的1个月，我爸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也只是敷衍了事，问问我妈怎么样了。2、3句沉默后，那边就挂了电话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爸来找我，他头发白了许多。嫂子尽管有什么不满意，但我哥还算个人，没白辜负爸妈对他的偏爱。那天，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了很多。他叹了一口气说道：程程，你也不要怪爸妈，这些年我和你妈对你怎么样你也清楚。我苦笑一声，是不错，从小到大我哥有的绝不会少我一份，甚至有时候对我比我哥还宠爱。可那只是小时候，我爸妈一直觉得女孩子是替别人家养的，儿子才是自己的。如今我才发现，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封建思想，重男轻女，只不过打着爱我的幌子，一步一步地吸我的血。不是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的，所以我悟了，他们是不会心疼你在外面受了多少苦，只会一味地向你索取。晚上，老公提议让我把爸妈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我拒绝了。也许道德伦理会让我受到不公平的议论，那我也不在乎，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李婷不上班，天天待在家，全靠我哥一个人的收入养不起家。现在我妈也瘫，需要钱的地方就更多了。好好本来就被我妈宠坏了，现在我妈不能动了，她就变得更加嫌弃了，时不时的在我妈面前说：老不死的，净给我们惹事。我爸有些无奈，可又不敢说些什么，只能出去打工。走前告诉李婷，只要你好好照顾你妈，我每个月都把钱转给你。他们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。后来我给了我妈一张卡，每个月定时打点钱，作为他们抚养我的赡养费，同时也为了她能好过一点，
起初我并不愿意那钱出来，我知道即使我给了，也是被我嫂子拿去用。可我老公总会劝我说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隔夜仇，尤其是亲情，不管他们怎么对你，你始终是他们的女儿，有义务照顾赡养他们。他说的没错，在法律上我确实有义务赡养他们，可不代表我会原谅他们。真正爱你的人，不会日日夜夜在你面前说补抚养费给他们，也不会向你哭诉家里没钱，让你产生愧疚感。真正爱你的，不会一次又一次骗你，总想在你身上得到什么。爱与不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如果注定亲缘薄浅，那也不必强求。没过多久，我爸在工地上干活时，不小心摔下来，当成场没了。我妈伤心过度，也跟着去了。嫂子拿着我爸的赔偿款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我哥突然良心发现，说是爸的赔偿款也有我的一份，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回去。嫂子不乐意，于欢你疯了，于成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有什么资格分娘家的财产？本来我是不稀罕要的，但是他这么一说，我非要不可。为此我们还大打出手。于豪长得很快，都高出我一个头了，见他妈被欺负，一把将我推倒在地，眼神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拿着屋里的水果刀直向我面前晃。你一个出嫁的，有你什么事啊？我早就说过，这孩子迟早有一天会变坏，才15、16岁，随身携带着刀。李婷不以为然，还夸他儿子真棒。在于豪大闹一场后，这笔钱最终也没到我手上，可李婷很快就要为他的放纵买单。于豪在学校跟同学起了争执，把那个男同学捅成重伤，在医院足足抢救了3天才救回来。因为他还不满16岁，警方只是对他进行了简单处罚，并让监护人加以管教。李婷也没落到什么好处，对方家长要求他赔偿100万，可我爸的赔偿款只有10几万而已。后来我哥把房子买了，还把钱赔给人家，他们的日子也过得鸡飞狗跳的。我妈要是看到他们这么落魄了，会不会心疼他的宝贝儿子，还有他的宝贝孙子呢？可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我小时候的视角，我比哥哥小3岁，妈妈每次买零食回来，都是让我洗第一个选，哥哥只能挑剩下的。当我的零食吃完后，我就会大哭一场，妈妈这时就会来安慰我，并告诫哥哥，妹妹还小，你让着她一点。说完就会拿走哥哥手里的零食，递给我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原来哥哥的东西我是可以随便碰的。我也一直认为我家重女轻男，因为从小的获利者不是哥哥，而是我。所有人都在吹捧我爸妈不重男轻女，比那些个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强的要多。多亏了这种思想，我爸妈被传承了10里8乡的模范教育。从小我和我哥的关系也是水火不容，我是他眼中钉肉中刺。有天下学放学，我一进门就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忙碌，我当面我哥的面故意说我想吃西红柿打卤面，我妈连声应下好，我哥就会撅着一张嘴埋怨，又是打卤面，于成你吃不腻呀？说完就要打我。我妈呵斥一声，你妹妹想吃打卤面你就让着她。我哥不依不饶，说我妈偏心。我爸拎着他的胳膊，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。过春节的时候，爸妈带我们去走亲戚，我哥天性开朗，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。我让哥哥带我玩，他不愿意，我就跑去跟爸妈告状。我不说话，只是一直哭。几个亲戚戏谑地调侃道，当哥哥还欺负妹妹呀？虽然是玩笑话，但奉行重女轻男的妈妈立刻变了强调，当机立断就一巴掌打在我哥的身上。我哥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白着脸和我妈解释，
我没有欺负他。我爸在一旁皱眉，也不顾我哥的解释。我从没见过我爸这种表情，我立刻说道：“爸爸别生气，哥哥没有欺负我。”面对我的解释，我爸却攥着我哥的衣领：“你当哥哥的，一天就知道欺负妹妹，看我怎么打你！”说完就把我哥拎出去了。隔着好远我都能听到我哥的哀嚎声。可15那年，我考上重点高中，我哥的考上了重点大学。我妈却说：“程程，你一个女孩子不需要读那么多书，迟早是要嫁人的。你听话，把钱留给哥哥上大学。”我望着嘴上经常说着宠爱女儿的妈妈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心里想的还是儿子。他们却总是用着宠溺的幌子，让我对我哥哥愧疚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他们牺牲。我爸妈一直重男轻女，只不过怕被人拆穿真面目。重男轻女和重女轻男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权亵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